Hello， 我是大脸喵。上期视频中呢，分享了如何使用 Nano Mesh 制作龙鳞。那么然后就有朋友问我，那么已经制作好的这个龙鳞呢，能不能修改形状呢？这期视频就分享一下如何修改已经制作好的由相同模型排列组合成的模型。那当前的龙鳞呢，已经不是 Nano Mesh 了，而是真正的模型。那我现在想修改鳞片的形状并不需要重新制作。2024的版本呢，有一个新功能，可以快速修改单独个体的形状。在修改之前，我们最先做的就是按住 Ctrl 点击当前的历史记录，这个是一定要最先做的操作千万不要忘记了。这样是为了记录当前的状态，不然没法执行后面的操作。接着先将一个单独的鳞片显示出来，那么隐藏其他的鳞片，然后呢使用笔刷对这个鳞片呢做相应的修改，但是千万不要使用 Gizmo 的变形器，因为它的兼容性很差。修改好以后呢，显示出所有的鳞片，接着在右侧的几何体编辑下，找到对相似部分重复上述操作这个选项。那这个功能呢是 ZBrush 2024的新功能老版本是没有的。然后点击应用到相似，那么现在所有的鳞片就都变成了刚才修改的样子了。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不只是可以使用笔刷修改，还可以使用 ZModeler 去修改。比如用 ZModeler 把这条边呢变成一个新的组，然后使用挤出的功能给它挤出一个边框的形状来，再次点击应用到相似，那么其他的鳞片呢也就变成了刚才修改的形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形状都会改变，比如尾部这里就没有变。这是因为在使用 Nano Mesh 做鳞片的时候，那么鳞片会根据底下的模型呢做自适应变形，所以鳞片的大小呢长短会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和我们刚才修改的鳞片在比例上相差比较大的话，那么这个鳞片就不会被应用刚才的修改。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将这个精准度调大一点，回撤一步，再次应用的话，那整个模型呢就都改变了。接着通过遮罩将一个鳞片单独的隔离出来，然后切换到 Gizmo 坐标 Alt 点击鳞片重置坐标中心， B 键 I 键选择任何一个 IMM 笔刷都可以，然后呢选择任何一个你想要更换的形状，通过旋转、缩放、移动等处理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一定要先去掉遮罩，然后再执行应用到相似，这样呢所有的鳞片就都变成了新的形状了。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修改之前一定要先按住 Ctrl 点击历史记录，这个特别容易忘记，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这里的龙身呢是一个直直的形状，所以呢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的模型是造型比较奇特的，可能会出现应用失败或者是位移严重的问题。那后面呢会找时间再详细说一下那种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希望能帮助到你。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观看的你，我们下期见。